女人的第六感让我感觉到危机，感觉到那个建造在沙滩上的城堡正在渐渐倾覆、崩塌。浩明哥，你说我棒不棒？我今天终于把奖银奖量帮你给签下来了。总算没白费这个努力。你很棒，表现得很专业，做得非常好。我给你倒杯水。浩明哥，你好好看看我早就长大了。陈怡，那你接着。喂，事情搞定，照片发你手机上了。好。干嘛给我看这个呀？黄总跟方伯伯在美国刚刚签了约，还好方伯伯站在我这边，不然整个新区项目没办法落实。那他是我爸，我喜欢谁，他自然站在谁的一边啊。帮我谢谢方伯伯，早点休息。沈浩明，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才是真正的尘埃落定。你表现得很棒，今年的年终奖，你肯定非常满意。站住！难道这段时间你对我好，是为了拉拢伙伴，是为了稳住我？你们去吃过吗？此话一出，许岩丝毫不紧张，因为他早已做好准备。为了迎接这场见面，他还不惜带着两人出国实地考察，而效果也是极好。女人应付自如，直接说出了那家饭馆的名称，还指出了沈母话中的试探。那家是川菜馆，没有北京烤鸭的，招牌菜呢是麻婆豆腐。可尽管如此，沈母还是不敢随意相信，因为这些信息随便查一下就能得到。接着他询问许岩父亲的工作，质问为什么自己上次去学校的时候没有看到他这个所谓的教授，而且在网上也查不到他的信息。许岩父亲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赶忙看向许岩。一旁的许岩丝毫不慌的答复，父亲平时是不授课的，只是担任校内研究所的研究员，所以可能国内的百度上确实查不到。说着又拿出自己假造的简历，更是拿出提前准备的许多著作，而书上的签名也是许岩提前找原作者签名，让假父亲练了许多遍。而这个原作者的女儿是他的大学同学，人家也正好在这个大学的研究所工作，这个名字也是顶用了人家的身份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和沈浩明恋爱后，第一次来到沈家，就被沈母的朋友来了个下马威。我们家布丁啊，就是个傻狗，除了长得好看，啥也不是。还行啊，挺聪明的哈。布丁多好啊！来来，就连沈家的下人也对他冷眼相待，因为他看起来就不像有钱人家的小姐。你跟在这里面进进出出的夫人小姐们不太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的头发有点干枯毛躁。沈母觉得儿子配对的应该是豪门千金，而不是这样的小门小户的女孩，便对许岩百般挑剔，甚至将她当成下人使唤。我在会所点了几个菜，一会儿做好之后你去取，一会儿啊把餐取回来之后就交给阿姨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会告诉浩明的。离开前，沈母特意约许岩周六见，很快两人第二次见面。许岩为了这次见面精心准备，他听从了保姆的话，还给自己的头发做了高级回礼。可沈母却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为了让许岩知难而退，
他叫来了许多女孩，这些女孩不仅年轻漂亮，还各个家族背景强大，不是金融投行就是国际精英律师，这些人都能在各个方向帮助沈浩明。等所有人走后，沈母也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看法。从上次开始，沈母一直都在观察许妍，便认定她的家庭一点不好。许小姐，你的问题就是太会隐忍。刚才这几个女孩子身上都有一种看淡一切的松弛感。沈母就是要逼走许妍，因为她的儿子就要听从她的安排，迎娶能帮助他们沈家的人。本以为她的举动能逼走许妍，却没想到许妍为了嫁入豪门，竟开始捏造自己的人生。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，这也就有了刚开始许妍雇人假扮父母的事。而这不是她第一次说谎。许妍的出生并不被父母期待，她刚出生就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，父亲不想要她，是外婆将她救下，但她渴望一个美好的家庭，便在作文里虚构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后来她还将自己的姓改成了和外婆的一样。18岁的我改了名字，从乔妍成为许妍，跟姥姥姓。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，让姥姥过上好日子。因餐桌上的一个小举动，女人便察觉到未来儿媳在说谎。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？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。作为母亲，连自己的女儿不吃鸡蛋都不知道吗？虽然许妍对于父母的回答天衣无缝，但沈母一直都对她的身份抱有怀疑的心态。于是，在饭桌上，她一直都在观察许妍一家，试图在他们身上看出一些破绽。很快，她发现许妍的母亲不停地给许妍加鸡蛋吃，可许妍却纹丝不动，很明显是不能吃鸡蛋的。有的事情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我要听实话。这番话说的许妍差点招架不住，但她很快就有了对策。先是对沈母说对不起，说自己说谎了，表示自己从小是跟姥姥在一起生活，父母为了前程抛下她很早就出国工作了，所以自己基本没怎么见过他们。接着她对沈母打起感情牌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，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父爱和母爱。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浩明，不是因为要结婚，我想我根本不会联系他。其实许妍在这里也算是说了真话，她从小确实跟姥姥一起生活，父母将她生下就不管不顾，只将姐姐带在身边。但6岁的时候，姥姥为了让她能有学上，坚持让女儿把她带了回去。许妍本以为回到家里会得到父母的疼爱，可到了才发现，在这个家里她仿佛是个外人，父母只疼爱姐姐，他们还嫌弃自己是个累赘。本以为只要好好学习，拿到好的成绩，就会得到父母的疼爱，可在上高中的时候，因为家里没有钱，父亲为了能让姐姐考大学，还特意到学校不让她再继续读下去。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？我正在跟你的老师谈话。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？凭我是你爸，凭我是一家之主。任凭许妍怎么哀求，父亲就是无动于衷，还一个劲地说家里穷，让许妍懂点事。可许妍却不明白，明明自己和姐姐都是他们的孩子，为什么姐姐就能考大学，能得到他们全部的宠爱？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对我这么偏心啊？为什么好的都要人给小李？我难道不是你的亲生的吗？我究竟是什么坏孩子？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？怎料父亲听完后，非但没有感到愧疚，反而觉得许妍不孝顺，恼羞成怒下，直接打了他一巴掌。这一巴掌彻底将许妍的幻想破灭，他不再期待父母的爱。好在家里还有姥姥陪着他，他哭着跑回家，不停地拍着门呼喊着姥姥。来了。许妍抱着姥姥，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。自此后，许妍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兼职，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家电视台当策划，但她的目的是当一名主持人，奈何没有人脉，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。而没有背景的她成为主播的发泄筒。为了保住工作，许妍只能忍气吞声，但很快事情就迎来了转机。在一次采访中，她结识了一名超级富二代沈浩明，男人帅气多金又体贴温柔，见他很冷，直接关掉了空调，宁愿自己热得脱衣服也没有一句怨言。会议结束后，许妍因为发烧直接晕倒了，沈浩明赶忙将她接住。等许妍醒来后，看见了自己手上的卡通创可贴，心里顿时暖暖的。这是许妍除了姥姥以后第一个对她有善意的人，所以不免对眼前的男人产生了别样的感情。刚才护士拔针之后，我怕你继续流血，所以帮你贴了创可贴。经历过这次后，两人接触久了就慢慢在一起了。沈浩明更是带着她回家见父母，可沈母却对他不满意，处处刁难他。而为了嫁入豪门，许妍不得不捏造身份，将自己打造成白富美。可身在豪门的沈母对许妍的身份很是怀疑。一顿饭后，他开门见山地询问许妍。许妍见状，为了圆谎开始卖惨，而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只有眼前的父母和身份是假的。他的卖惨也成功打破了沈母的怀疑。跟我养父母的难处。
还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资，好不容易买了一条名牌围巾送给未来婆婆，怎料婆婆连看都没有看一眼，还纵容自己的好姐妹羞辱她。许小姐，你搞错了，你未来婆婆平时喜欢的基本上都是纯色款。马总啊，如果他平时都没怎么留意过，又怎么会知道呢？哎呀，那就要注意呀，要不然将来还是会出洋相的。听完这些话的沈母更是没有理会许言，直接跑过去跟狗一起玩。此刻的许言站在这里无比的尴尬，好像自己连这些狗都不如。自从许言和沈浩明相恋后，第一次感受到了被坚定的选择和爱。但身在名利场，她不仅想要借助男友跨越阶层，还想跟男友有一个未来。她的原生家庭并不好，父母疼爱姐姐对她弃之不顾，她也想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所以她花费很多心思来讨好未来婆婆，不仅捏造名媛千金人设，还卖惨以此来获得沈母的信任。可沈母打心眼里对许言的身份有所怀疑，便通过各种办法小心试探着她，想要查出破绽，可每次都被许言巧妙化解，让她觉得许言这个女孩子十分聪明，很难对付。这天她正在跟朋友们一起遛狗，许言过来后，她就开始端着架子什么也没有说，让自己的朋友们将许言羞辱了一番，接着就去逗狗，将许言独自晾在一旁。我觉得这个女孩各方面品味都不行，你再考虑考虑，别急着结婚期。而许言第一次买奢侈品就被嘲笑，对此很是无奈，于是他趁和保姆出去买菜，问问他沈家人的爱好，迫切想要从中获取一些信息。可保姆因为上次和他说话被沈母发现，早就被叮嘱过，什么事情都不敢跟许言说。但这一趟他也没有白来，在保姆口中得知，沈浩明之前交过好多女友，但都因为沈母不满意，再加上他那些好姐妹在背后出招，就把这些女孩通通赶走了。许言一听瞬间明白，要想攻略未来婆婆，就要先融入她这些好姐们的圈子里。自此后，许言便开始对这些豪门阔太们马首是瞻，他们在打球，自己就在旁边捡球跑得很欢，根本不知道人家正坐在一旁讨论他。我看这姑娘不显山不漏水的，还挺有成绩。虽然许言没有融入到他们的圈子里，但他这趟也没有白来。他发现沈母一直都是大家吹捧着的对象，直到曲总的到来，她的闺蜜们看见曲总后瞬间一拥而上。虽然沈母表面上伪装得很好，丝毫没有变化，但她还是能感受到她很不开心。于是她立马想到了办法，为了能搭讪到曲总，她做了许多攻略，发现曲总对昆曲十分喜欢，尤其是水袖。她来到昆曲培训班，看到曲总很是卖力地跟着教练练习水袖，刚好她小时候也学过一些基础，便想着借这个机会报一个班，专门学习水袖。而她上来也直奔主题，只学习水袖这一种。可不可以直接教我水袖、水袖花，哪怕是不吃不睡，多长的时间能练好？最快也得1个月。自此后，许言很是努力，在教室练习，在家里练习，工作的时候也在练习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的努力终于被曲总看见。曲总看到这个小姑娘练得很刻苦，而且零基础就很好，忍不住想邀请许言来参加自己举办的昆曲大赛，还向她请教水袖花的技巧。随着两人相处逐渐熟络，许言也偷听到她最想要的资源，那就是莱茵国际学校的入学名额。她灵机一动，找到沈母的闺蜜美玲姐帮忙，因为美玲姐有莱茵校董的人脉，而她的丈夫也需要曲总丈夫的投资，所以她建议美玲姐带着校董来参加自己的节目，她则跟曲总牵桥搭线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许言又找到曲总邀请他参加，告诉他这档节目不仅莱茵校董会去，自己还给他量身定制了昆曲环节，这让曲总很是心动。节目开始后，许言更是利用节目环节帮助3个各需所需的人建立关系，而这档节目播出后效果也是极好，收视率一路飙升。许言也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主持人位子，而他更是将利益最大化，来到沈家给足沈母面子，给他的好闺蜜们名额上节目，并且将这些好的事情都推给沈母。沈母听完后很是受用，觉得许言很是有格局，第一次让他坐到自己身边。会办事的人不少，有格局的不多。想要抓住每一次翻盘的机会，就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不过就是拿你有的换你要的。许言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野心有手段？我能挖独家，能做全链条，有专业能力，我凭什么不争不抢？我从来不觉得有野心有手段是句坏话，就当你在夸我了。原来许言通过策划的家宴节目，收视率一路飙升，不仅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主持人位子，还不用看电台一姐的脸色。可对方却很不服气，认定许言就是靠富2代男友才有的今天，甚至以前辈的身份提前来抢许言的化妆时间。许言不想为难化妆师，便让他先化妆，可孙思维却不依不饶，嘲讽许言就录了一次节目，就以为能和自己平起平坐了。许言听完后并没有生气，而是拿出自己的成绩，表示不仅仅是这个节目，还有其他节目邀请他，而且自己的节目播的时候平均收视率是4，孙思维的却是1，谁有实力这不是很明显？
孙思维听完后瞬间破防，嘲讽许妍要不是绑上了个富二代男友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收视率？还造谣许妍的策划案是不是都是男朋友买的？但许妍丝毫没有生气，而是微笑着对了回去，气得孙思维直接摔了化妆刷。可他明明记得许妍刚来公司的时候，家里只有一个姥姥，什么时候有一对父母在国外，还成了高知家庭。小助理觉得许妍有没有可能是富家千金隐瞒身份，勤工俭学体验生活？毕竟她要嫁的还是建筑业的太子爷，身份肯定是经过调查的。但即使这样，孙思维还是对许妍的身世抱有怀疑。另一边，沈浩明来接许妍，许妍很是高兴，还让他帮自己选一下下一次节目的菜系。而沈浩明为了庆祝他成为主持人，特意挑选了一串珍珠项链给他戴上。但许妍却表示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新闻主持。沈浩明听完后鼓励他，既然想要就努力去做。可许妍深知自己跟男友的出身不同，她根本不会体会到自己一路的艰辛。新闻主播竞争是很激烈的，更别说我这种从来没有播过新闻的人。男上家来了。对于别人或许很难，但对于你，我一直对你很有信心。我总觉得你可以把不可能化为可能。两人现在看似幸福，但许妍内心却无比纠结。如果男友知道自己的身份后，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对自己？隔天，许妍来到沈家，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亲生父亲，瞬间就起了生理反应。但为了不让沈家人看出异样，她只能强忍着内心的不适。这时，沈父询问她知不知山西的大云县，许妍直截了当的承认，并且说自己姥姥就是那里的人。现在大云县发展的非常不错了，是的，变化挺大的。另一边，乔家父母在县城里开着一家理发店，在他们眼里，许妍在比乔林优秀，依旧偏心乔林。我记得小的那个去上班了，你说有什么用？平时连个电话也没有，就逢年过节啊发一条信息，还是我们家琳琳好，安安心心的待在父母身边，那才是我们的小棉袄。与此同时，乔林在上班的时候被骚扰，他忍无可忍，直接回击了过去，没想到反被对方倒打一耙，被抓到了警察局。最后还是男友将她接了回去，可回去后非但没有得到安慰，反而被男友父母一个劲的指责，觉得这件事闹到警局很是丢人，认为他就是个惹事精，配不上自己的儿子，根本不给乔林说话的机会。而乔林的男友也是个窝囊的，两人在商量婚事的时候，男友一切听父亲的，将婚礼的花费细节全部都报给他，就连收的礼金不跟自己商量，都要悉数交给父母，甚至面对母亲对乔林的诋毁也一句话也不说。此刻的乔林再也忍不了，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要说的话。阿姨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行吗？我阴阳怪气的？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成天横冲直撞的，怎么什么事都不过你大脑啊？今天的事情明明是乔林受了委屈，可男友父母却一个劲的怪他，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男友的事业。夫妻俩的嘴根本就像机关枪一样，嘟嘟嘟的说个不停，让乔林根本没有一个缓和的余地。乔林看了看窝囊的男友，终于忍不住选择分手不结婚。可乔家父母得知后，嘴里边都是说男友是银行工作，要多好有多好，根本没有顾虑过他愿不愿意。于是乔林决定离开这个家，去大城市找妹妹许妍。妍妍，乔妍。为了成功嫁入豪门，穷女孩将自己伪造成名媛千金。可就在她成功骗过未来公婆，即将和男友结婚的时候，乡下的亲姐姐却找了过来。妍妍，乔妍。乔林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妹妹，可许妍压根不想见到她，她现在只想先把乔林支走，因为男友马上就要过来接自己了。但乔林拉着她就往外走，可越不希望什么就越来什么。两人刚走出去，就迎面撞上了沈浩明。妹妹好。这位是？我是我表姐。他来找我。乔林没想到妹妹竟然告诉男友自己是她的表姐，但她并没有当面拆穿。随后许妍将沈浩明支走后，带着乔林来到酒店。乔林再也忍不住质问许妍，为什么不跟男友说自己是她的亲姐姐？我和姥姥落在一个户口本上，我姓许，不姓乔，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，我的亲人只有姥姥。乔林听到妹妹说的那些话，心里不伤心是假的，但他是既得利者，根本不知道许妍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难。在他眼里，许妍就是乔家的一份子，是他的亲妹妹。可自从乔家父母将所有宠爱都给了他后，许妍就不再对那个家抱有希望了。而乔林也没有想到妹妹会对自己这么抵触，要是知道，他说什么也不会过来找他。现在没有外人在，许妍也懒得装，直接说明自己并不欢迎这个姐姐的到来。如果她只是待几天就走的话，自己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希望乔林能够识趣自行离开，因为他没有义务照顾这个不是亲的姐姐。说完就走了，但临走前再次强调了自己现在姓许。我姓许，许妍。乔林听到妹妹说这些话很是震惊，心里边就以为她是绑上了有钱的男朋友，想要赶紧撇清自己这个贫穷的亲戚。下了电梯后，许妍给姐姐转了1万用作这几天的开销，乔林二话不说，心安理得的收下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许妍想起小时候的事情，她的出生就不被期待，父母生完姐姐后想要再生个男孩，可自己偏偏是个女孩，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。
父亲嫌他是个累赘不想要，是姥姥一把屎一把尿将他带到了6岁。后来因为到了上小学的年纪，爸妈迫不得已才把他给接了回去。就在他以为能得到爸妈的宠爱时，看到的却是他们对姐姐的爱。家里煤气罐没有关闭，姐姐和自己都晕倒了，但是爸爸却选择救姐姐。之后也发现了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，为了能生活下去，他变得乖巧懂事，学习成绩也是学校最优秀的。但是爸爸却因为家里困难不让自己参加高考，甚至把家里的那份钱供给姐姐复读考大学。许妍真的忍不住了，觉得爸爸根本就不爱自己。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？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一次一次的证明你们有多么不爱我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成为你们的女儿？小时候的许妍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爱自己，自己只有姥姥。爸爸的那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，许妍觉得自己真的是被亲人抛弃的人。她跑着回家找姥姥。姥姥，来了。其实姥姥也知道自己这个孙女受了很多的苦，就这样奶孙2个人相依为命过了很多年，直到渐渐长大，许妍还是不想回到那个令人痛苦的家里面。突然一通电话将许妍的回忆拉回了现实，原来是沈浩明邀请她来看自己培养的花。许妍听着沈浩明说面前的这朵花，因为一生只开一朵，所以说需要前期不断的经历挫折和打磨才能够绽放出更美的花，这让她觉得沈浩明就像自己要拼命绽放的花一样，自己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，只要能跟他永远的在一起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可现实真跟他想的一样吗？这个绝对是他生命的绝唱。乔妍，你不是叫许妍吗？他们是谁呀？你说，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，说了多少谎话？我们对你真心真意，你却把我们一家人骗得团团转，怎么心机这么重？你这是诈骗！许妍的假身份被揭穿，大家纷纷离她而去。你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。好在这些只是许妍的幻想，原来许妍和2家父母刚试完礼服回来，就看到亲生父母找了过来。此刻的她想要逃离这里，脑子里幻想到了自己被揭穿身份的下场，这才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但就在乔家2老要发现许妍的时候，沈浩明突然说公司有事，将父母支走了。等沈家一行人走后，许妍将父母拦了下来。刚才那个招手的是金达集团的沈总吧？2位是？我们是他爸妈，我们是婚庆公司的。恭喜恭喜啊！刚才那几位就是你们未来的亲家和女婿。2口子听完后不敢置信，女儿竟然要嫁给金达集团的太子爷。许妍对2人已经不抱希望，她直截了当说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但不打算邀请他们参加。乔母气急之下怒骂姐妹俩，一个要悔婚，一个要结婚，都不跟他们商量，是当他们做父母的不存在吗？乔爸更是指责许妍，现在要嫁给有钱人了，就瞧不起亲生父母了吗？可许妍根本不想理会他们，只是说她和姥姥在一个户口本上，只有姥姥才是自己的亲人。乔爸从来没有考虑过，到底因为什么女儿会变成现在这样，只是一味的站在道德的最高点上指责许妍，最后更是表示自己就当没有她这个女儿。许妍对此早已麻木，姐姐悔婚跑出来，他们就能包容，专门来一趟接她回去，看她住在群租房，就心疼的让她回去，担心她没学历、没背景、没人脉，在大城市里活不下去，甚至支持她回去考公务员。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的许妍，来了后也只是一味的指责，没有关心她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。你妹妹有男朋友了，你知道吗？别给我提，他们要结婚了都不打算请我们。结婚？得知妹妹即将结婚，乔林又找了过来，无意间碰见了假扮许妍父母的2人，这才得知妹妹竟然伪造自己的身份。见姐姐既然已经知道，许妍也不再隐瞒，她表示自己很爱沈浩明，如果不伪造富家女的身份，沈家父母就会逼他们分手，她不得已才会这么做，也希望姐姐不要来搞破坏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，但我也不想你在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我不会再来找你。可许妍好不容易将姐姐稳住，怎料母亲又打来电话，一定要参加她的婚礼。许妍没有说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把备注改成了她的名字。为了不让爸妈来婚礼捣乱，许妍特意回到乡下找到姥姥，希望她能帮自己说服爸妈。而姥姥并没有询问什么，她了解许妍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姥姥心里有数了，我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。姥姥是最清楚许妍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辛苦，也是最希望许妍能够幸福的人。但许妍的下一句话也让她愣住了：荆州太远了，我怕你折腾。听完这话的姥姥虽然愣了几秒，可她依旧支持许妍的做法，还不停地安慰她不要担心自己。直到许妍打开冰箱，看
看到姥姥给他做的桂花酱，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在返程的途中，许岩再次回想起以前家里没有人记得他的生日，只有姥姥记得，每年都会把他叫回来过。是姥姥供他读完高中考上大学，上大学的时候是姥姥拿出一辈子的积蓄给他，所以许岩什么都不在乎，他只想赚很多很多的钱，让姥姥过上好日子。所以上大学后，他一个人打好几份工，给别人当家教，穿上厚厚的玩偶服宣传，在饭店干服务员，一直忙到深夜都舍不得打车，把赚到的钱除了留够生活费，全部都给姥姥打了回去。哎呦，妍妍，你怎么又给姥姥给钱了呢？姥姥一个人花不了这么多钱的，倒是你在外面读书，那肯定花钱的地方很多呀。吃饭你不许给我省啊，多喝牛奶，多吃鸡蛋，还有那个叫什么维生素、营养补充啊，对吧？我知道了。这么多年，要不是姥姥，他也不会坚持到现在。我告诉自己，只有通过勤奋和努力，才能帮自己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。只有让自己强大，才是一劳永逸的事。只有达到所有的目标，才能弥补我所有的过失。人伪造身份，终于如愿嫁入豪门。为了不被人揭穿，自家那边的亲戚一个都没请。就在他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，还是被熟人给认出来了。我怎么看着像佳佳的同学许岩？是有点像啊。许岩看到熟人后，整个人都惊呆了，因为假扮他父母的人冒充的就是同学父母的名字。当初自己就是借用同学的关系骗到了人家的签名。为了不被看穿，他连忙找理由要将两人支走，可没想到丈夫一家人已经过来了。这两位是？没办法的他只能硬着头皮解释，眼前的两位是大学同学父母，原本就想着打个招呼就行，怎料假父亲却多嘴将人家邀请了进去。此刻许岩杀了他的心都有了，但他只能赶紧进去应付。吃饭敬酒的时候，许岩紧盯着另外一桌，看到他们过去敬酒的时候，立马就赶了过去。您在国外是从事建筑研究？哦，建筑行业。那您跟我的亲家是同行啊？他那还专门写了一本书，那个书叫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。我爸爸主攻的是可持续建筑课题。我研究的方向是建筑五大力学。咱们虽然是同行，但相差甚远。为了不露馅，许岩不停地圆场，同时悄悄拍了拍假母亲的后背。女人立马心领神会，假装不小心碰到酒杯，将里面的酒泼到了对方的衣服上，最后以换衣服巧妙缓解了这一局。许岩走后，沈浩明带着一个女人来敬酒，对众人说是自己的妹妹。女人明显愣了一下，这个女人的出现让许岩也产生了一点危机，因为早在婚礼前，许岩就发现她回国后直接入职了金达集团，而且和沈浩明关系匪浅。到了新婚夜，女人再次给沈浩明发消息，约他到无边泳池见面。沈浩明本不想理会她，可女人却以死相邀。沈浩明无奈之下看了看许岩，然后出去了。来到泳池边见女人没有事，便准备离开。你真的不怕我像我姐那样淹死吗？不要听你说淹死这个词。今天是我的婚礼，你这样闹有意思吗？两人在这里谈话，殊不知一切都被许岩看在眼里。沈浩明，我爱你。我已经结婚了，请你自重。你是说那个女人吧？你别以为她是什么纯情小白兔，她一见面就跟我装亲热装姐妹，不就是想知道我们什么关系吗？许岩就这样默默看着女人对沈浩明表白，脸色很是平静。隔天，沈浩明和许岩准备去度蜜月，白莲花又出来恶心许岩，说以前沈浩明带着他去过好多地方，吃过好多餐厅。许岩丝毫不示弱，直接反击回去。你浩明哥还带你去过哪些地方？麻烦你都整理好发给我。喝了酒就别进泳池，容易被淹死。女人这才反应过来，昨晚她所做的事都在许岩的掌控中。其实两人之前就有过一次交锋。之前许岩为了尽快融入到豪门生活，特意给自己报了一门烹饪课，却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爱慕沈浩明的方磊。许岩大大方方地向对方介绍自己：我是沈浩明的未婚妻。方磊一听脸色立马就变了，但他也不甘示弱，他声称自己是沈浩明的学妹，两人曾在伦敦一起上学，而且他们两家还是世交。想用这些话让许岩知难而退，怎料许岩丝毫不退缩。16岁就认识，所以是亲妹妹嘛。不仅如此，许岩还主动跟他请教厨艺，结束后以感谢为名请他吃了顿饭。但方磊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刺激许岩的机会。在饭桌上，方磊表示他一回国，浩明哥就将自己安排进了他的项目里，还对他照顾有加。那你把工作做好，就不会麻烦他了，对不对？谁知方磊见许岩丝毫不在意这些，便主动提出做他的伴娘。许岩直接答应了，这才有了婚礼上。方磊将自己当成女主人般，当许岩不在的时候，就跟沈浩明出双入对的敬酒。可沈浩明根本不喜欢他，只将他当成亲妹妹，而他的这些小心思也都被许岩看在眼里，并没有将他放在心上。许小姐，请问卫生间怎么走啊？万万没想到，许岩结完婚后要对付的不是婆婆，而是以前那些认识他的人。既然都是同类，那更要互帮互助了。
许岩跟沈浩明结婚蜜月后，便带着他去乡下见了姥姥。姥姥看见后很是高兴，还亲自下厨做了好多菜。而沈浩明看见姥姥很欢迎自己的样子，心里很是温馨，但他更想要多了解许岩以前的生活。许岩在门外听见两人的对话，担心露馅，便拿着婚纱照来到厨房，以挂相片为由，将沈浩明给叫走了。晚上许岩跟着姥姥一起睡觉，姥姥忍不住还是将乔父的肿瘤的事说了出来。虽然说这个人当爸爸十分的不称职，但还是希望许岩能去看一下。我知道你对他是什么看法，但你这次结婚不是也没请他去吗？他现在得了病，姥姥觉得你还是应该去看看他的。许岩听完后并没有给姥姥准备的答复，不停地找事情打岔。隔天一大早，姥姥特意邀请沈浩明一起去早市买菜，沈浩明二话没有说就同意了。一路上，姥姥不停地夸沈浩明，帮许岩说好话，而他说这些就是为了铺垫后面的那几句。如果他犯了什么错，你就多包容，行吗？姥姥认为许岩嫁进沈家肯定使用了不正当手段，所以才这么跟沈浩明说。殊不知沈浩明早已知道一切。离开前，许岩还是心软了，悄悄地给父亲了一些钱治病。回到荆州后，沈浩明给了许岩一个惊喜，送给他一座四合院，用于他工作和邀请豪姐们。许岩听完后都惊呆了，这样的人他怎么能不心动呢？而沈浩明看着许岩一言不发的样子，表示他是自己的妻子，自己会协助他完成任何的愿望。进去后，沈浩明看到上个业主给孩子量身高留下的痕迹，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。可许岩却回想到了小时候一家人都忽略了自己，从来都是给姐姐量身高的场面。沈浩明见他失落的表情，便向许岩索要口红量身高。许岩那一刻心里便很感动，更是有很多的触动小时候没有完成的那些心愿，丈夫帮自己已经完成了。两个人深深地看着彼此，本以为日子会这么幸福下去，可许岩的对头却揪着他不放，将假扮他父亲的人找了出来，在节目上揭露了他捏造身份的事。这一次的许岩又该怎么应对呢？您和许岩认识？认识，我们很熟啊。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？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本人？你是不是许岩的假冒父亲？请你正面回答。还每天下班准时来专柜蹭妆。就在他化完妆要走的时候，导购实在忍不住拦住了他。你要不把你刚刚试的这些挑一个买了吧？为啥呀？我用的都是试用装啊。一周啦，姐姐，这外面不管是刮大风还是下大雨呢，您都会在下午5点钟准时来到这里蹭妆，还不知道的以为你在这上班打卡呢。女孩听完后表示，自己不全部试一遍怎么知道要买哪一个色号，并且也没有规定试妆次数。刚说完，乔林就拿出试妆6次的标签。女孩见说不过，直接来句自己就不买，要是她再拦着自己就去投诉。乔林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放她离开。下班，乔林回到出租屋，听到室友正在给家里打电话，而这个室友就是刚才去蹭妆的女孩。女孩省吃俭用，就是为了把钱打回家里。乔林也明白了她为啥总是去专柜蹭妆了，而她专门带了一些小样送给了女孩。隔天，乔林在整理公司货架的时候，不小心将手臂给砸伤了，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给他治疗的医生竟然是高中时期暗恋的校草，但当时校草喜欢的人是妹妹许妍。林一鸣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想谈恋爱，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，其他的事都不在我的计划里。我不会打扰你学习的，我就想跟你说我喜欢你。我不喜欢你。时隔这么多年，男人依旧喜欢许妍。他之所以跟乔林相认，就是为了问他索要许妍的联系方式，但他并没有直接要，而是借口他的伤。此刻的乔林私心是不想给他联系方式，于是自己拿起手机给妹妹打了电话。当男人见到许妍手上的戒指后，便明白他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。你结婚了？上个月。虽然有点晚了，祝你新婚快乐。最后，于一鸣失落的回去了。许妍将姐姐送回家，看到她和几个女孩子合租在一起的房子，还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便明白姐姐是铁了心要留在荆州。既然如此，决定帮她换个更大的房子，希望她以后不要给自己添麻烦。乔林听完后气不打一处来，他表示今天要不是于一鸣，自己根本不可能联系他。可许妍根本没有听他说的话，隔天直接找来几个彪形大汉，强制性给乔林搬家。起初乔林极度反抗，就是不搬。不搬。你不搬？不搬。好，我忘记告诉你，新家公寓邻居是于一鸣。当听到新家的邻居是于一鸣，乔林的态度立马360度大反转，立马就搬家。许妍对这个姐姐很了解，她也知道姐姐一直都暗恋于一鸣，所以她就是故意这么做的。
乔林搬过去的第一天大早就收到了于一鸣的早餐，这让他万分惊喜。与此同时，乔林的前男友妈妈调查到，乔家在商业街买了一套门面房，在他们眼里，乔家穷的叮当响，根本就没有钱买门面房，那肯定是拿他家的彩礼买的。女人觉得既然两人已经分手了，那就要把彩礼追回来。乔林男友是个窝囊的，当即就给乔林发去了消息，没想到乔林已经将他拉黑，而且电话也打不通了。气急之下，他直接来荆州找许岩，想要从他口中套出乔林的住址。请问先生，您有预约吗？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预约，不能进。没办法的林涛只好出来碰运气，看能不能碰到许岩。巧的是在餐厅碰见了许岩，正在拜托于一鸣照顾乔林。乔岩，你为什么让他照顾乔林？这谁呀？此刻的林涛认定乔林悔婚，就是许岩在背后挑唆的。他恼羞成怒下，在餐厅大吵大闹，甚至要对许岩动手。好在于一鸣在场推开了他。就在这时，许岩发现自己的死对头过来了，急忙找个借口把林涛给带走了。孙思维看到这一幕，本想着看能不能挖出点许岩的把柄，可于一鸣根本不理会他。与此同时，许岩将林涛带到另一家餐厅，告诉他既然两人已经分手了，那就不要再去找乔林了。至于彩礼钱，自己会帮姐姐还。这准是彩礼的事吗？我要的是人。我不知道。行，不说是吧？那我就天天来，我上你们单位去要人，上你婆家去要人。你不是嫁得挺好吗？我让他们了解一下，你到底在外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你嘴里没句实话，你不是嫁得挺好吗？我让他们了解一下，你到底在外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随便你。面对林涛的威胁，许岩丝毫没有放在心上，直接离开去找姐姐乔林，将这件事告诉了她。乔林觉得这家人是真的很奇葩，既然他想见自己说清楚，那就见面打死他。许岩见姐姐只知道使用武力，劝说她不要这样做，既然跟林涛分手了，那就跟过去一刀两断。昨晚他跟林涛聊过了，他在乎的是乔林对自己的感情是否忠诚，但他的父母在乎的无非就是钱，只要把钱给出去了，就算林涛想来荆州闹，他父母也不会同意的。谁知乔林听完这些后依旧要自己解决，可许岩等不了，等到你筹好钱的时候，他就会把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的单位、沈家，所有人都会知道。我还以为你是在为我着想呢，原来是怕自己谎言被拆穿了。就在两人讨论这件事的时候，殊不知沈浩明也知道了，他默默地帮许岩处理，让助理调查林涛的工作情况和人际关系。不出半天，林涛父母的银行卡就收到了一笔钱，如许岩所料，钱一到账，他们就打电话让儿子回来。可林涛就是不听，非要见到乔林了解事情真相才肯回去。但通过沈浩明的发力，隔天银行就把林涛给叫回去了，还以他优秀为由，要给他增加工作任务。领导的这波夸奖让林涛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同时意外的还有许岩。以林涛的性格，我原以为他会不依不饶，没想到这个人突然就消失了。不久后，许岩无意间发现沈浩明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正在急于促成一项合作，可合作方十分瞧不起他这个太子爷，迟迟不肯跟他合作。许岩看到沈浩明闷闷不乐的样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晚上他就把沈浩明带到泳池边，给他的秘密基地添了一盏灯，不停地开解他，希望他可以将自己的坏情绪和心烦的事情都说出来。经过许岩的开解，沈浩明这才露出了笑容。于是为了能够帮到丈夫，隔天许岩就约婆婆的闺蜜美玲姐打听合作方黄总的情况。从美玲姐口中得知，这个黄总很疼老婆，可几年前老婆得了重病离世，之后就一直都没有再娶，还将对妻子的亏欠弥补到了岳母身上。这些年一直都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岳母，可岳母的性子很倔，非要住到养老院。听完这些讯息后，许岩决定先从黄总的岳母这里下手。隔天他来到养老院，捐助了好多东西，在院中的引荐下见到了黄总岳母，这才发现老太太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，整个人都神志不清。但许岩并没有放弃，他看到老太太搓了不少泥鳅，嘴里不停地说要留给女儿吃，这不禁让他想起小时候姥姥炸了很多素丸子让自己带去学校吃。许岩瞬间明白，他是用这种方式怀念女儿。回去后，许岩便给姥姥打视频学做素丸子，隔天带着丸子来到养老院，还给老太太讲了姥姥的故事。在许岩的陪伴下，老太太一天比一天开心，最后还将许岩当成了自己的女儿，两人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。许岩也将老太太当成了姥姥，觉得对姥姥很是亏欠，而这一切都被黄总看在眼里。没过多久，他就约见了沈浩明，夸奖他真是娶了一个贤内助。黄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太明白。不是你让你爱人去照顾我岳母的吗？这段时间，你爱人许岩经常去照顾我岳母，我岳母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，状态也比之前好了许多。难道你不知道？他没有跟我说过。那也许是巧合吧。最终在许岩的帮助下促成了这单合作，可许岩的死对头又开始搞事情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怎么了，姐？没事，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就是个骗子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就算我是骗子，
我有能力让你变成像我讨饭吃的狗。爷爷，没事吧？你演什么呢？原来许岩的死对头孙思维无意间在听到最近有一篇报道，一个女子接连骗了3个男人结婚，以这种方式骗取天价彩礼，被警方抓获后，新闻还特地报道了一下。孙思维看了看报道，突然觉得照片里有一个男的很是眼熟，仔细一想，觉得跟许岩的爸妈很像。于是他觉得许岩刚开始来的时候，只是说家里边只有一个姥姥，什么时候又有了个在国外的父亲，肯定是在说谎，说不定他的背景身份都是假的，也是像报道中的女人一样捏造身份嫁入豪门，也觉得这是扳倒许岩的一个绝佳的好办法。而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他找到领导，以参考婚礼为由，从他手里骗到了婚礼照片，随后回到工位上，再三比对了照片，确定2人就是同一个人，心中窃喜不已。为保证万无一失，他带着小助理找到假扮许岩父亲的高亮杰，威胁他配合自己，想着在台里推举财经主播的时候给许岩致命一击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来到许岩面前，说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话。你放心，我的这个样片绝对真实，而且足够震撼。他的话许岩并没有在意，而是时刻准备自己竞争财经主持人。他的表现极为出色，评委们很是满意。隔天，孙思维特意邀请许岩做自己节目的嘉宾。许岩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并没有答应。可就在这时，主任出来助攻孙思维，无奈之下，许岩只好答应。节目开始后，孙思维先是向大家讲述了最近骗取高价彩礼的那个新闻，接着又请来了高亮杰。许岩看见他的那一刻很是惊讶，孙思维看见后觉得自己稳赢。他打开许岩婚礼的照片做对比，还不停地质问2人之间的关系。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？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本人？你是不是许岩的假冒父亲？请你正面回答。许岩见状站起来，把事情的焦点转移到2人的竞争之上。所有人都明白孙思维的能力不行，是他羡慕嫉妒自己，所以才请人来陷害他。可孙思维看着许岩慌张表情，料定自己挖到的就是王牌。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？你到底有没有假扮许岩的父亲？看着孙思维在那里犀利的说话，在座的同事们也有一点震惊，此刻都在下面小声的议论。一时之间，许岩的身份就这样被大家怀疑，他也顿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而孙思维看到许岩有点慌张的样子，觉得自己这个王牌简直是太炸裂了。看到对方反应不过来的那种表情，更是到达了制高点的高兴。可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迎来反转。高亮杰临时变卦，不是，那人不是我。高先生，您这儿有块胎记对吧？啊，对，我这儿有胎记，你看这儿。大家拿出照片仔细对比，发现婚礼上的男人脖子上根本没有胎记。原来许岩在孙思维威胁自己后，便猜到他可能查到了一些东西，于是他约见了高亮杰，商量做了这场局。而且早在之前，许岩就让男人遮盖胎记，也算是他的一张保命符。此刻的孙思维彻底懵了，他认定2人就是串通好了。串通好了是吧？在这给我做局呢！我劝你冷静一点。这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。因为节目失误，孙思维就这样被主任停职，还失去了竞选财经主持人的机会。事后许岩找到孙思维，让他不要再想着对付自己。孙思维很是气愤，责骂许岩就是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骗子，连给自己提鞋都不配。而许岩并没有反驳回去，他余光中瞥见沈浩明来了，于是他故意靠近孙思维，激怒了这个蠢货。如许岩所料，女人被激怒后狠狠扇了他一巴掌。沈浩明看见后，立马冲过来关心许岩，而许岩则换上一副被欺负楚楚可怜的模样。你演什么呢？你是孙思维？我是。通知法务部，放下所有手头工作。我爱人遭遇职场霸凌，让他们马上出方案，追究他的责任。他叫孙思维。孙思维终究为自己的蠢付出了代价，而许岩则顺利成为了财经新闻的主持人。欢迎收看财经新闻，我是主持人许岩。有女孩捏造千金身份嫁入豪门后，用自己的实力不仅帮丈夫拉到了合作，还让婆婆对她百依百顺，甚至家里的保姆都对她的印象改变。我觉得你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你现在啊，更像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唯有家里的小弟弟对她意见颇大。原来自从许岩嫁给沈浩明后，大家都开始各自忙碌，从来没有人在乎弟弟浩辰的感受。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，浩辰不是在学校打架，就是各种闯祸。老师3天2头的给沈母打电话，沈母虽然是豪门太太，但也害怕老师的电话。同时他和沈父应酬很多，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。他见许岩很有耐心，便让他帮忙带浩辰。而他刚把许岩拉进家长群，就看到班主任在群里发浩辰跟同学发生冲突，还把人家给打伤了。许岩看了看正在斗狗的婆婆，只能硬着头皮去学校处理。处理完后，他本想着跟浩辰谈一谈，想知道他闯祸的原因，可浩辰并没有理会他，直接离开了。回到家后，许岩将学校的事情告诉了众人。婆婆嫌麻烦，决定将浩辰送去国外读书。这番话正好被回来的浩辰听见，他以为是许岩告状，才让妈妈起了送自己去国外的念头，因此把自己受到的所有冷落都怪在了许岩身上。你来了，先是让我哥喜欢上你，然后又讨好我爸妈，让他们都喜欢上你。
结果没想到我不吃你这一套，然后你就想把我赶走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会出国的。这番话让许妍明白，小孩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，只不过想让家人的关注罢了。知道原因就会得到解决的办法。许妍表示，只要他保证不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，自己有办法不让他出国。这又是什么招？隔天，浩辰去学习马术，往常都是哥哥来陪自己的，今天却是许妍来的，这让他内心无比失望。而为了吸引哥哥和爸妈的注意，他松了马镫，故意摔到地上，造成骨折。这方法确实好用，爸爸妈妈和哥哥都陪在他身边，可也就见效一回。沈母请来护工后，就因为工作和沈父匆匆离开。沈浩明嘱咐了许妍后也离开了。看到自己又是一个人，男孩将气都撒到了护工身上。不要走，不要你，你不要就不要走，人呢？太不像话了，不是大人。许妍看见后，默默地将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，并表示这4个星期都是他陪着，要是再不听话就收拾他。浩辰一听，立马来了鬼点子，他开始使唤许妍，一会要吃水果，一会要喝水，挑3拣4的，就是故意为难许妍。但许妍并没有惯着他。哥在的时候你就当乖小孩，你哥走了你就欺负我是吧？我是伤员，我是小孩，你欺负我，你看我哥怎么收拾你。两人独自相处下，浩辰不再排斥许妍，许妍也用自己的方式靠近这个孩子。通过自己的方式，许妍成功和浩辰成为了好朋友。晚上，沈浩明赶了过来，许妍将自己录的视频拿出来给他看，明显能看出来男孩是故意的。现在的许妍是最懂浩辰的，因为浩辰想要的也是自己当初最想要的。小时候为了让爸妈注意自己，他也曾用过这个招数，可只要姐姐一出现，爸妈所有的爱都会加注在他身上。一个幸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，但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。两人并不知道，弟弟根本没有睡觉。自此后，许妍成为这个家里浩辰最喜欢的人。而许妍为了帮浩辰完成心愿，她把画本拿给公婆看。在浩辰的世界里，爸妈回到家永远拿着手机，而自己则躲在孤僻的角落里。所以浩辰想要的不是 iPad， 也不是手机，他想要的可能是你们最珍贵的东西，就是时间。知道这件事后，沈父沈母也意识到他们的错误，于是他们都抽出时间陪伴浩辰，而就只是陪着看看电视。浩辰都是无比开心。沈浩明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为此特意送了许妍一辆红色的跑车。那么沈浩明到底有什么秘密瞒着许妍？他知道许妍的身世，又为什么要和许妍结婚？而许妍每帮他一次，都会拿出一样东西当做奖励。但不管沈浩明到底爱不爱许妍，这个家已经离不开许妍了。不管是沈浩明还是弟弟，就连婆婆也是一样。可回来了。怎么了妈？下个月初就是晨晨的生日，你看咱们怎么给他办好？他喜欢你，你想个主题，他肯定喜欢。我想想，事情交给你，妈最放心。如果你还不配合我，我真的不能保证接下来会说什么。乔燕来了，贪图富贵，利欲熏心，为了嫁入豪门，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。我现在就去找沈家，跟他们说清楚。自从许妍当上财经新闻的主持人后，全家人都围在电视剧前看她。婆婆为此还特意挑选了一套珠宝送给她。此刻的许妍第一次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，可就在她以为这种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。楼下大厅有一个姓周的先生找你。男人跟许妍曾有一面之缘，几年前两人在同一家咖啡店争取想要的岗位。许妍在简历上关于家庭成员的那一栏没有填写，猎头不停地诱惑她将父母的身份写成在国外做生意，因为这样就算查也查不出来什么。毕竟在当今的社会上，家庭背景在职场上也是一个加分项。就在许妍犹豫的时候，后面的男人也就是周泽远制止了她。我劝你不要听他忽悠，简历造假等同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，说不定哪天砰的一声就炸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的信誉和你之前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。这时的许妍还很是单纯，她想了想周泽远的话，决定实话实说。这番举动把猎头直接气走了，就算佣金翻倍也不接他这一单了。出来后，许妍不停地打电话求职。突然，男人拿出2朵用报告书折成的向日葵送给她，鼓励她不要气馁，就像这2个向日葵一样，向阳而生，永不低头。两人就这样认识了，互相慰藉着彼此。5年后，周泽远再次见到许妍，这一次的他不再像以前那样，而是带着目的接近许妍。他将许妍带到自己的工作室参观，想让许妍帮自己拉到沈浩明的投资。许妍观察了一番后觉得可行，可就在她去卫生间的时候，无意间听到员工之间的对话，彻底打消了让丈夫投资的念头。我现在接的活特别轻松，网站一做啥也不干，1天500的，比你在剧组轻松多了。哎，要不你也过来吧？这不点人就是一家皮包公司。为了验证这番说法，许妍来到大厅试探，让员工展示一下公司的项目。怎料男人听完后脸色大变，慌乱地找着各种理由不打开电脑。身后的客户也装模作样，实际上电话线根本没有接通。再翻了翻桌子上的文件，全部都是空白的。许妍瞬间明白周泽远搞皮包公司骗钱，于是再次见到他，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。怎料周泽远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他以许妍的真实身份作为要挟。有一个道理你一定明白，那就是有些事情无论你再怎么努力，它都改变不了。就像我们这种赤身裸体的人，必须要给自己加上一件高贵的衣服。既然都是同类，那更要互帮互助了。
面对周泽远的要挟，许妍真是累极了。回到家后，听见婆婆叫她，只能强颜欢笑的应对。明天婆婆的闺蜜马阿姨要带一个人来家里做客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许妍立马给出了意见，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马阿姨带的人竟是周泽远。在喝茶的时候，周泽远不停忽悠两人，许妍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胡说八道。她不敢帮周泽远，更不敢揭穿他的真面目。实在听不下去的她借口接水离开了。可没想到周泽远竟追了过来，他彻底撕破脸皮，逼迫许妍让沈浩明投资。让你老公投资的事儿，我是跟你聊呢，还是跟你婆婆聊？你的商业计划书和你的财务报表，无论是我婆婆还是我先生看，都会发现漏洞。不要再想注资的事情了。周泽远见许妍不上当，继续忽悠他，表示只要沈浩明一小笔的投资就行。但聪明的许妍很快就识破了他的阴谋。周泽远要的不仅仅是钱，他最想要的是沈家的名声，借沈家的势力骗更多的钱。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敲诈勒索，是犯罪。小妍，我突然发现你这么维护沈浩明，这么在意他，你原来是个纯爱战士啊！我今天听到的最滑稽的故事，说一个贫寒女骗子嫁入豪门，她不是为了钱，她居然玩起了纯爱。你说这是不是比天方夜谭更？许妍直接泼了他一身水。本以为周泽远会收敛，怎料他直接找到沈浩明这里，当着许妍的面在雷区不停的试探。此刻的许妍害怕他说出真相，更怕沈浩明被自己连累。许妍没跟您说吗？是他约我过来的。我事情太多了，忘记跟你说了。没事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说到骗这个字，你根本没钱，没有力气。如果我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真亲戚，可能他们不会容得下我。我年轻时候犯的错误，容不下我的儿子。许妍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弟弟浩辰竟然是沈浩明的儿子，而他也一直都知道自己捏造身份的事，默默地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说谎。被揭穿后，许妍直接提出了离婚，怎料沈浩明却拒绝了，还用许妍的工作来威胁他。你现在还没有正式转入新闻岗，你应该不希望当中会出现什么差错吧？不久前，在许妍的照顾下，浩辰越来越跟他亲近，甚至两人都成为了朋友。而许妍不只是遇到了周泽远这个危机，她还要防着姐姐乔琳乱说话。原来几天前，沈浩明突然说要请表姐吃饭，许妍本想着以姐姐工作忙为由拒绝，可沈浩明却坚持要请，无奈之下，她只能带着乔琳来吃饭。但进去之前，她万分叮嘱乔琳一定要少说话，因为她知道这个姐姐最擅长的就是口无遮拦，担心她说的越多就越难圆过去。果不其然，乔琳说了许多许妍过去的事，包括她在学校是校花的事。本想着帮妹妹说说话，可说的越多，破绽也就越多。姐姐真好，我是她初恋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那不是那会儿啊，你就别说谈恋爱了，只要是个男的，他都不带看一眼的。也就是我们那儿没女校，不然早转去那儿上学去了。读书的时候你们是在一起的吗？我记得妍妍跟我说过，你老家在山西晋城。乔琳慌乱地看了看许妍，赶忙解释自己高中的时候复读了2年，复习班正好转到了许妍上的高中，这才把这些话都圆了过去。此时的沈浩明玩味地看了看许妍，然后让乔琳多说一说许妍以前的事情。乔琳很是嘴快地说了句没问题，但当她看到妹妹那能杀死人的眼神，立马就闭上了嘴，然后跟沈浩明说自己很忙，不能经常出来吃饭，而他为了弥补刚才的过失，跟沈浩明说了许多许妍的好话。妍妍她不太对别人动心的，但是她一旦动了心，这是一辈子的事，你得珍惜，你知道吗？这些话沈浩明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只要发生一次，他就会充满戒心。在他眼里，许妍嫁给他是为了地位和财富，什么所谓的真情，身为豪门少爷的他根本不信。可许妍却正好相反，他是因为爱沈浩明才选择说谎捏造身份，两人的立场不同，导致许妍得知真相后伤心提出离婚。吃完饭后，乔琳不停地看着许妍。来之前，乔琳咨询过律师，以许妍现在这种情况，即使以后身份暴露了，沈浩明只要是真心爱她的话，也是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的。许妍听完后心里边有些高兴，没想到乔琳也会考虑自己。两人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，突然许妍看到旁边坐在一起听歌的2个女孩，想起小时候放学她经常会盯着 MP3 看，但因为懂事从来都没有主动跟父母提过。乔琳发现后直接将自己的送给了她，姐妹俩就这样一起听着歌回家了。现在长大了，虽然说姐姐有些没心没肺的，但还是想着自己。许妍就是这样一个纠结的人，她不想被原生家庭困住，但只要他们对她好一点，她都会释怀以前的痛苦。爸妈从小就宠爱姐姐不理她，可听到爸爸得病了，还是会留下一笔钱让她治病。密码设置的还是乔琳的生日，是因为爸妈从来没有给她过生日，肯定不知道她的生日日期。姐姐来到荆州，表面上很烦她让她回去，但看到她住在拥挤的出租屋，立马就给她换了大房子，还准备了生活用品。
甚至将房子租到了他喜欢的人隔壁。网上有些言论说许妍是恶女，这个观点我并不认同。我们许妍可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宝宝。很快乔琳的工作也上了一个台阶，公司想要选择人去总部加入销售团队。乔琳因为化妆技术和销量第一，所以在这个候选名单之内。本来说乔琳对自己也是十分有自信的，但是听到领导说自己学历太低这件事，觉得确实是自己的短板，便想要抓紧有限的时间来提高学历。乔琳知道学习是自己一直十分头疼的事情，于是她找到于一鸣帮忙，于一鸣很是爽快地答应了，这也大大加快了两人的感情发展。其实你们姐妹两个脾气挺像的，都很倔，明明心里互相关心对方，就是不能好好坐下来聊一聊。真希望你俩有一天能敞开心扉，不需要我一个说的。我们把你养了这么多年，你不能把你现在的错误栽在父母的头上。不会的，你们不会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。自从许妍得知周泽远办皮包公司骗投资后，便拒绝了与他合作，因为他明白，虽然周泽远只让沈浩明投资一小笔不起眼的钱，但他的目的却是借着沈家的势力去骗更多的人。可周泽远又怎肯轻易罢休？他将许妍不肯帮忙，直接来到沈浩明面前，不停地提起许妍的假父母，试图让他说服沈浩明投资他的公司。但他心里的那点小九九早就被老谋深算的沈浩明看清，他并没有继续和这个骗子谈下去。谁知周泽远又找到许妍，直接撕破那虚伪的嘴脸。如果你还不配合我真的不能保证接下来会说什么。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让沈浩明牵扯进你的骗局里。周泽远还是低估了许妍对沈浩明的爱，不管他怎么胁迫，许妍根本不愿配合。怎料男人见许妍这样，为了拿到钱，他往后退一步。这次他可以不要沈浩明的钱，但这笔钱必须许妍来出。我给你1晚上的时间考虑，否则我就在网上曝光你。从这之后，男人像个恶鬼，时刻缠着许妍，就连晚上都会打电话催着要钱。而这些沈浩明都明白，他早就让助理查过周泽远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也知道许妍打电话的对象就是他，但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悄悄在背地里帮许妍解决一切。经过1晚上后，周泽远并没有收到钱。一个人能无耻到什么地步？他将许妍堵在停车场，迫不及待的想要拿到钱。好在姐姐乔琳及时出现，假装打电话报警，这才吓跑了周泽远。许妍为此很是感动，姐姐还是那个姐姐，虽然从小父母偏心她，但她依旧是那个将自己护在身后的姐姐。虽然姐没什么能耐，但是妍妍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绝对不能让你受欺负了。我揍她。谁知周泽远更加得寸进尺，这次他直接把许妍亲生父母请到了荆州，还将他编造假故事嫁进沈家的事全部托盘而出。乔爸得知后暴跳如雷，他不理解许妍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我乔建斌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亏心事，怎么养出你这样一个女儿？乔爸不停地辱骂许妍，什么话难听说什么，觉得女儿就是贪慕虚荣、利欲熏心，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，甚至要去沈家坦白真相，揭穿女儿的骗局。许妍听着父亲的谩骂一点表情都没有，因为她早已死心。在高考那年，她就已经对这对父母不抱期望了，也从来没奢望过他们能够理解自己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我遇见沈浩明这样的人，我就是会不顾一切手段，抓住机会跟他在一起。那你也不能欺骗人家。我也不想骗他，是因为从小我就知道，所有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。许妍的话像棉花一样打在这对父母身上，丝毫没有波澜。此刻的乔爸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错，甚至觉得要不是他们把许妍接回来，他怎么会有今日？他从来不会想过许妍本该过上像乔琳一样的生活，可他的出生不被期待，只因为他不是个男孩，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。不会的，你们不会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。听完这话的乔爸起身就要去沈家揭发许妍，乔母连忙拦住他，嘴上说着为女儿考虑的话，可这幅画面在许妍眼里却是无比的可笑。乔家两口子从来没有想过儿时的经历对许妍的影响有多大，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以前是多么偏向大女儿，他们只会觉得我养你一场，怎么到头来还成了我们的错了？是他们亲手把许妍推开，现在却又嫌弃她什么事情都不跟他们说，真是讽刺。这是在演哪一出啊？我明白了，是因为你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应该属于乔琳的，而不是我。这是说你们想要去跟沈家告发我，再从我这敲诈勒索一笔钱。你怎么能这么想？从此我们断绝父女关系，你再也不是乔家人。乔，如果真坐牢，有你陪着也挺好。
面对周泽远的威胁，许岩宁愿鱼死网破，也不愿将沈浩明被他拉下水。不久前，周泽远为了让许岩劝沈浩明投资自己的公司，特意将在老家的乔家两口子请了过来。乔爸得知许岩未嫁豪门，竟然捏造身份，恼羞成怒下选择跟许岩断绝关系。而许岩听到后，心里并没有任何难过，甚至觉得是一种解脱。为了封周泽远的口，他不得不把沈浩明送给他的跑车卖掉，将钱转给了他，并警告他这是最后一次，如果还会有第二次，自己一定会报警。怎料周泽远根本不满足，他想要的远远不止这一点。于是他继续用自己手中的把柄威胁许岩，而许岩丝毫不受他的威胁。眼前的男人就是个十恶不赦的诈骗犯，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丈夫上当。为此，他不惜和对方鱼死网破。好，那就试试，看谁豁得出去。谁知周泽远恼羞成怒下，竟对许岩动手，而许岩也不惯着他，直接一个包击就打了过去。一下1000万，要不再来一下？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，沈浩明打来了电话，他约周泽远下午2点去打高尔夫。这是他自己送上门的，与我无关。下午，沈浩明主动谈到注资，还提出追加投资款。许岩听着很是着急，他想方设法的阻拦，却根本拧不过心意已决的沈浩明。周泽远走后，许岩还是让沈浩明小心这份投资，因为不了解对方的公司背景，想让他再慎重的考虑一下。我希望你待在我身边，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、无忧无虑的，不是愁眉苦脸。这天过后，周泽远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直到4个月后，许岩才知道周泽远被抓。他很庆幸沈浩明没有被骗，但是又觉得他好像跟自己之间有点距离，因为他说什么话都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原来沈浩明早就知道一切，他让助理调查了周泽远，也知道许岩受威胁卖掉了自己送的车子。而为了让许岩不再发愁，沈浩明以代理人注资的名义，一边安抚周泽远，一边调查他的犯罪证据，让他再也没有机会威胁许岩。妍妍，如果你将来想投资，需要钱，可以直接问我要，没必要把车卖了。听见这话的许岩心里咯噔一下，很是担心丈夫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些什么。没人倾诉的她，只能找姐姐乔琳。乔琳也很是奇怪，周泽远怎么莫名其妙的被抓了。许岩虽然也不知道，但他总感觉有人在背后默默的帮他。乔琳还是觉得，还是找个机会把这件事早点跟沈浩明说清楚。毕竟看着沈浩明那么爱许岩，知道后肯定会原谅的。我是想跟他说的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突然，乔琳看到了于一鸣，她跑过去将他拉了过来，跟许岩一起吃饭。于一鸣本来很犹豫，但一听到许岩也在，就跟着过来了。而乔琳也发现一件事，于一鸣跟许岩真的太不一样了，总是滔滔不绝，比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话还多，心里无比的失落。许岩将一切都看在眼里。晚上回到家，许岩考虑再三后，决定跟沈浩明坦白。他先是试探说自己有一个朋友，在婚前隐瞒了一些事情，但现在两个人过得很好。这个朋友想要主动坦白，可他还没有说完，沈浩明就打断了他，表示只要两人的感情好，根本不需要坦白，坦白了反而会成为两人感情中的一根刺。婚姻其实不应该从原则出发的，你说呢？原则其实只是一种包装，一种说法而已。其实最后夫妻间有个好结果，才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许岩的第3个追求者终于出现了，男人名叫蒋亮，是商界有名的花花公子。许岩以不同寻常的装扮出现在酒会上，瞬间吸引到了他的目光。原来沈浩明虽然通过许岩跟黄总达成了合作，但现在沈父并不支持他，没有资金支持的沈浩明只能通过拉投资来做自己项目的后盾，这样才能顺利进入董事会。于是他盯上了远航基金，希望能够得到蒋家姐弟的支持。而这次即将举办的金达酒会，两人正好过来参加，所以他希望许岩能够做足功课，了解蒋云和蒋亮的全部资料，好能跟两人搭上线拉投资。许岩二话不说答应了下来。很快到了酒会那天，沈浩明先来到了酒会，他在黄总的调查下得知，蒋云和蒋亮两人是出了名的难合作。姐姐蒋云沉稳冷静，做事杀伐果断，脾气也是出了名的臭，被商圈的人称为投资界的黑玫瑰。弟弟蒋亮看似是个花花公子，实际心思缜密，对数字十分敏感，是远航基金的活账本，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黄总能做的也只有这些，接下来也只能靠沈浩明自己的能力了。同时他想借助远航基金的事被方磊得知，方磊为了证明自己比许岩强，也来到酒会，本想着找蒋云聊一聊，可蒋云丝毫看不上他，并没有过多理会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去找蒋亮，以为这个花花公子很好攻略。他看见蒋亮因为喝酒难受，便主动调了一杯特制的解酒秘方，番茄汁，然后再加蜂蜜，这两加起来可以解酒。
这一幕正巧被沈浩明看见，瞬间勾起了他的回忆。那时的他跟一个女孩也曾经喝过这样的解酒神药，而女孩正是他的初恋女友，也是方磊的姐姐。此时的方磊并没有注意到沈浩明的到来，他蹲下身细心地为蒋亮擦掉鞋子上的污渍。沈浩明明白他这么做是为了帮自己，但他很清楚蒋亮只会在吃喝玩乐的时候才会想起身边的女人，于是他直接上前劝说方磊，这么做只是多此一举。我没那么大野心，我只是想帮到我们的项目，哪怕让他多一点好感，做花瓶做陪衬我都没有关系的，你不用管我，我心甘情愿的。绿茶不愧是绿茶，她的故作柔弱也确实吸引到了沈浩明的怜爱。看他为了自己跟别人喝得酩酊大醉，还是端来了一杯热牛奶。而方磊也很是绿茶，他故意将姐姐的手链留了下来，为的就是让她想起姐姐。另一边的许妍却与他不同，他故意穿着记者专用的马甲来到酒会，不一样的装扮瞬间不仅吸引到了蒋云，还有他的弟弟蒋亮也眼前一亮。许妍表示自己是外采太晚了，没来得及换衣服。这个马甲很方便，可以装很多东西，又防风防水。户外作业嘛，最害怕天气阴晴不定，设备一旦受到影响，就会前功尽弃。许妍的这副样子让蒋云想起了他以前的样子，看到对方很随和，便主动提出让他穿自己的礼服。小沈总真的很好福气，娶到你这么漂亮的妻子，工作能力又强，晚上还能陪着丈夫应酬，真的是贤内助。许妍听完后表示自己虽然嫁了一个好家庭，但更多的不想当一个贤内助，更想能够帮助丈夫。但蒋云早已识破了她的伪装，她开门见山地指出，许妍穿工作服现身，就是为了模仿自己以前当记者时候的装扮，用这种方式来博得她的好感。被戳破心思的许妍很是尴尬，但下一秒蒋云却说她成功了，因为刚才在她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随后许妍拿出收集的蒋云以前采访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她，这不禁让蒋云对她的好感加剧，她很喜欢这份礼物。出来后许妍借撩头发，对着沈浩明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，他瞬间明白成功了，于是他走过去，还主动帮许妍争取到了蒋云的专访。边走边聊吧。走吧。